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网友的留言，他说 AI 的训练和能力成长的过程，特别像是教小孩，从呱呱坠地的一张白纸到开口说话、看图识字，再到能够跟大人的流畅交流，它是一个细心培育的过程。我深感认同啊。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孩子可能还并不能称之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对吗？甚至可能连拎个瓶子替你打酱油都很难做到。所以，如何让 AI 去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真正有用的人才，那就必须要突破它一个重大的能力局限，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能力局限。那么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之前讲到了这个检索增强、上下文能力，甚至多模态的感知，甚至是向量化机制，对吧？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在暗处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都发生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所以 AI 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真正让我们感知能做得比较好的，也就是回答我们的问题。然而，我们也都很清楚，我们其实每天并没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 AI 去互动和解答，对吗？所以这导致，其实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工作和日常的生活都没有被 AI 工具所覆盖。那么，为了让 AI 能够真正的走进现实生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术突破应运而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AI agent， 或者叫做 agentic AI。那么这个词儿 agent 这个词，中文呢会把它翻译成叫做 AI 智能体。那我作为一个翻译专业的人我觉得这个翻译很抽象，所以很难去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不妨我们从 agent 这个词的英文的原意去入手，这样理解起来我们会更加的清晰。那么 agent 这个英文单词呢，它原本的意思很多，比如有中介啊、代理啊、经纪人呢，甚至有些时候有这个间谍和特工的意思，比如说 FBI agent 讲的就是 FBI 的特工或者是 CIA agent 就是这个 CIA 的间谍等等。那当然我们不理会这些所谓的特殊用法 ，OK？ 我们今天只讨论的是最重要的它的基础的意思，也就是说经纪人和代理人这个概念。那好，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此刻你是一个明星或者是这个足球球星，那么你有一个经纪人。那么你的经纪人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呢？肯定是规划和运作你的职业生涯，对吧？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我们会说，一个好的经纪人甚至能够影响一个球星的职业走向，甚至是最终的职业高度。那么经纪人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要替球星去链接资源，因为为了达成他的这个所谓的职业规划，他肯定要攒局因为你的职业规划发展的越好，你的收入越高，你的经纪人分成就越多，因为你们是利益共同体。那么第三个经纪人要替球星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替他做一些自己不方便出面的事儿，也就是做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这样一讲下来之后，大家就能明白了，其实作为一个球星来说，这个一个好的经纪人应该是他整个班子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团队成员。那讲到这儿，我们在 AI 世界当中，其实这个 AI agent它的能力跟现实社会当中其实也是可以一一对应的。那也就是说，第一个，它一定要具备一个替你去主动思考和规划的能力。第二个，像攒局一样，它也一定要去连接外部的工具、外部的资源，对吧？那么第三个也很重要，那就是它要能够代替你去完成具体的工作和任务。这里边我一定要强调，就是所谓的 agent这个英文的名词，或者在 AI 领域里边的应用，它不是指某一个公司的软件名字，而是对于一种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符合这些特征的软件机制的一种统称。所以但凡是用 AI 工具有自动化的这种能力，有判断的能力，有规划的能力，能独立替你完成工作的，理论上来讲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广义的 AI agent， 或者叫做 agentic AI。这个时候有小伙伴可能讲了说，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不就是 Siri 吗？或者叫小爱同学是吧？其实这个说法呢，对也不太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就是在大模型出现之前，我们很早就接触到 Siri， 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的 Siri 符合所谓的叫做广义上的生成式 AI但是那个时代的 Siri 并不能叫做我们今天所说的 AI 智能体或者叫 agent， 因为本质上以前的 Siri 是一个语音脚本那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讲说播放个音乐或者说定个闹钟等等这些，这是什么？其实这就是 Apple 在手机出厂之前，在系统之内某个应用里边给你预制了一个语音脚本，
只不过这个脚本的触发是由你说话语音来去触发的，但是很明显，那作为这个制造厂商，它是很难穷举所有的我们叫做这种应用场景的。那怎么办呢？对吧？那为了拓展整个 Siri 在用户当中的应用场景，所以苹果推出了一个自定义脚本功能，叫做 Siri Shortcut 捷径，就是去补充厂商无法提供的这些场景，来去更多的满足用户需求。但如果你用过 Siri Shortcut， 你就明白，其实这个语音脚本是非常难设置的，对吧？你要选择 App， 你要编辑 App 内的动作，还要选择一大堆的这个规则，对吧？还要给这个快捷方式起名字，对于像我这种，比如说用 iOS 比较喜欢自定义的玩家来说，它可能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但是你说真的，我把它用得很懂，其实也没有。事实上，我认为在我身边，我觉得能把 Siri Shortcut 用得特别极致的，凤毛麟角，几乎没有。所以，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有了捷径，大家依旧认为 Siri 很傻，就是这么个原因。实际上，不光是 Siri Shortcut 捷径是一个脚本概念，我们看到的各种智能家居的 App， 什么苹果的 HomeKit、米家、小爱同学，甚至是我们上一期讲到的这个自动驾驶里边的很多场景，底层逻辑其实都是脚本，比如说前段时间米家出了一个叫 HyperMind 的东西其实就是尝试利用现代新兴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现代的 AI 技术，去突破过去的脚本逻辑，那好，我们再说回苹果的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前几年发布的，对吧？那么虽然 Siri 还在，对吧？但其实苹果真正的用意和产生的变化，是在不改变 Siri 这个名字的前提下，几乎把整个后端机制全部都重塑了，接入了大模型，重置了整个后端机制，让它跳脱出原本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所谓的脚本概念，对不对？那么当 Siri 真的能够去接入整个手机内所有的这些你授权它去获取的资源的时候，那理论上来讲 Siri 能够帮你完成的任务的复杂性就会变高，它的可用性变高，而且用户体验也会变高。所以那么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在大模型以前的时代，所有的语音助手都不是 agent， 但是因为 agentic AI 的出现，他们正在变成一个 agent。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就不展开讲了我们后续在手机和 AI 的结合的系列节目当中，会展开的跟大家一起探讨。那么回到 agentic AI 的这个工作机制上来说，大模型加 agent 加 MCP 再加外部服务和工具，这就是一个整个 agentic AI 当中的万能公式。无限的场景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工作流程来去实现它。那么当然了，大家可能觉得它比较复杂，是吧？我们套用一些具体的案例，大家立刻就能够明白了我们先说一个最简单的场景设定假设今天晚上7点钟你有一个吃饭的饭局，但此刻我们现在在6点钟还有1个小时。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给 AI 提出了一个新的需求，或者叫提示词prompt， 你给它了一个新的需求，你说哎呀好累，我现在不想动弹一会儿如果吃饭的话，我们打个车去吧。那么当你提出了这样一个诉求以后，你的整个这段语音首先会进入了大模型那这个时候大模型充当的主要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去解析和理解你的真实意图。其实从这段话当中不难看出来你的意图是蛮明确的，主要是要打车，对吧？但是还有很多关键信息是缺失的，比如说几点打车不知道，打车去哪儿也不知道。那么为了良好的满足你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大模型要去了解你的这些缺失信息，它就要去想我怎么才能知道呢？所以它会通过 function call 的函数调用去看你授权给它去看的日历信息，他发现原来你的日历里边写了其实7点钟约了人吃饭。那么所谓的这个一会儿吃饭的这个时间范围是不是就比较明确了？同时通过这个日历的预约信息，你也知道了地点在哪里，对象是谁，对吧？所以整个信息得到了很大的完善。所以讲到这儿，大家就能明白其实搜寻这种所谓的日历信息，就是所谓的大模型在去理解你需求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上下文信息那么在过去这种所谓的理解能力，在语音助手那个脚本逻辑的这个工作逻辑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今天的这种大模型时代下才能够有可能。好，那么这样一来，大模型就可以把你的这句话解构成一个信息非常饱满的一个工单，对吧？总结起来来说，就是咱家小主
主要诉求是要叫车出门啊，次要诉求其实通过刚才的语音一分析说，现在不想出门，那就是想知道最晚几点钟出门啊。核心诉求是这么2点。那么所以在完成这2个核心诉求的时候，需要有几个具体的动作，对吧？他就初步的规划出来了，就是说你必须要看一看周边网约车的状态，几点钟下单合适。第2个就是必须要查清楚从家里边到餐厅的距离。第3个呢，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要给这个主人留下几分钟的这个缓冲时间，万一下电梯的时候人比较多怎么办呢？啊，不要迟到。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结构化的初步的行动方案，然后把它 pass on 交给我们后边的这个环节叫 agent。那么我刚才讲了 agent 是你的助理，是你的经纪人，对吗？那么当他收到上游的这个所谓大模型翻译过来的这个行动建议以后，他立刻就要思考了。他思考的逻辑就是说，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这个用户是要打车，所以发过来的第一个行动是查网约车。但其实如果要想知道什么时间下单最合理，是不是必须要先知道路上要耗费多长时间呢？所以你看到当把这个工单发过来的时候， agent 会做一个优先级的调整，把去查询路上的耗费时间这个关键动作列为第一优先级啊，然后再把后边的动作依次展开。所以他就给最后一步的 MCP 发了一个明确的指令，说第一，赶紧看一看从 A 点到 B 点，从 A 到 B 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啊？甚至如果做得更好一点，把未来1小时之内的关于 A 到 B 的这个交通预测信息都要抓回来。那么假设这个他给我们返回的这个信息是需要15分钟，然后未来1小时之内时间不大。好，我们知道了第一个关键动作。那么第2个就是 MCP 要通过跟网约车的软件来去互动，去知道周边网约车的这个所谓的数量以及响应时间。后来我们知道了其实现在网约车很充足，5分钟就能够抵达楼下接上人出发那好，根据这15分钟和5分钟外部服务反馈回来的结果，那么 agent 再进行加工，基本上用户的诉求就比较清晰了。我们至少要在6点40要下单，不能晚于这个时间，因为两者相加必须要提前20分钟。如果再加上之前所讲到的缓冲时间的概念，那么用户就不能晚于6点半出门。这2个关键的信息就得出了结论。好，当 agent 得出来这个关键结论的时候，他不会直接给用户反馈的，他必须要把这个核心信息再回传给大模型，由大模型来进行人性化的、有温度的语言包装。比如说这个小主人是吧？我看了一下，这个咱们过去只要15分钟就够了，我提前几分钟会帮你把车叫好的，不用太担心。咱们6点半出门都来得及，慢慢悠悠的好好歇着吧，就类似这样的一种所以整个这个流程你看下来，好像我讲述了很长时间，但其实它都是在用户发出诉求之后几秒钟之内完成的，给你的体验感和这个便利性和情绪价值都直接拉满。但是大家要留意，这个时候虽然说已经完成了所谓的用户需求和这个最终结论的一个闭环，对吧？但是 agent 可能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完成下单，因为如果 agent 完成下单的话，它有2个逻辑。第一个逻辑就是说我可以在6点钟的时候下一个6点40的订单。第2个逻辑就是说我最好等到用户给我最终确认时间以后，我再完成下单，因为毕竟响应时间很快嘛，对不对？所以呢，至于这个 agent 会以哪种方式去完成这个订单的最终下达，其实取决于一些开发者或者所有的工程人员设计整个流程的时候的一些具体的考虑。我觉得这个机制就有很多的变化了，不重要。但是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在用户发出这个需求之后，通过刚才这样一个流程，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大量的判断、决策以及需求实际满足的这样一个结果。刚才这个案例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AI agent 的工作流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在整个这个流程当中，各个环节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首先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大模型就是最主要的翻译官角色，它主要的任务是理解你的语义，明确你的洞察你最真实的需求。
并且呢，通过推理来明确把大象装冰箱大致要分成几步，形成一个初步的行动建议。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面它只负责翻译，并不负责执行。它会把生成的这个所谓的行动清单丢给真正去做这个策略制定的 agent 来去完成啊。那么当 agent 他拿到了这个明确的指令需求之后，他也不会盲目的执行。这就是过去的所谓的脚本逻辑和所谓的智能体的最本质的区别。agent 要做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优先级的排序，怎么样去判定它去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执行是最科学的。比如说刚才的案例当中，虽然用户最主要的诉求是叫车，但其实查询 A 点到 B 点的距离和消耗的时间才是最为关键的，那才能得出来所谓的叫车时间点什么时间合理这样一个进一步的结论，对不对？所以他就在优先级上做了一个重新的排列。当然 agent 也会学习我们所说的叫用户的习惯呐、等等等等过往的这些数据，一会儿我们会通过别的案例再去讲述啊。那么第三个部分的 MCP 呢，它是什么角色呢？它其实是一个超强的工具箱、工具库，它像我们电脑上的万能的 USB 的拓展坞，甚至是一个我们公司里面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办事员，是吧？它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承担的任务是落地执行，把前面拆解下来的具体工作对接外部服务的工具，甚至是硬件设备，对吧？不管你开始提出来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到最后的执行环节，基本上都发生在 MCP 和外部的这些工具和服务的这些这个范围之内。那么通过刚才这样的一个案例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从最早的用户的诉求的提出，一直到最后的所谓的执行落地，它就是一个由抽象逐渐变到具象的一个过程。正是因为前面有了翻译官、包括 agent 等等这样的一个环节的过滤和加工，对吧？我们在最终落地的时候，对于网约车和所谓的地图工具来讲，他们只是在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就行了，他不用去理解复杂的语义、复杂的指令，对吧？就让整个 AI 在现实生活当中落地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大大提升。那么如果说初代的这个我们叫大模型，它有众多的局限，我们通过所谓的外部检索各种各样的能力把它拓展，这些所谓的完善都仅限于大模型自身的完善，跟我们现实社会当中已经存量的大量的工具其实并没有做良好的连接。虽然自身完善能够提升 AI 的应用的这个面儿把这个敞口打开，但真正带来爆发式增长的其实一定是 agent 的出现。所以如果你画一个这样的敞口的逻辑，其实它可能到自我完善只打开了一半，真正要想见到它的爆发，就是在 agent 和 MCP 的出现的价值。所以为什么它 MCP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爆火，就在这儿。但是 Agentic AI 的极限还远远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尝试把刚才的案例做一个炼狱级的升级，我们再来看看它有哪些潜力。你比如说场景不变，设定不变，还是7点钟有约，现在是6点。但这个时候，如果用户他的需求更加模糊，会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他只说了一句：“哎呀，我现在好累，不想动它。”后边什么都没有。这个语音指令跟上一轮比起来，它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色彩，根本没有明确自己的意图，也根本没有所谓的指向命令。那么如果要是以前的所谓的语音脚本的 Siri， 那估计 CPU 都得干冒烟儿吧。但是在大模型时代之下，它会利用强大的推理能力，也能解读出你的真实意图。比如说我们可以模拟一下它的推理过程。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模型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用户好端端的会突然说自己不想动？如果你逆向思维的话，他之所以喊不想动，一定是因为他必须要动，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他必须要动的话，他到底要去干嘛？他到底要去哪里？这就是紧接着会诞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么我为了想知道你要去哪里，你想做什么，我就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搜寻所有可能给我提供线索的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函数，有点像侦探破案，对不对？那他可能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去调查日历，可能会把你授权的邮件信息、会议纪要、日历，甚至你的笔记全部都查一个遍。突然发现原来在日历这里边我们可以知道他7点钟约了一个饭局
虽然前置的推理过程稍微长了一点，但是最终的结果其实不变，依旧可以迅速锁定对于他理解你诉求最有价值的上下文信息，对吗？然后基于以上的这个所谓的，你既然必须要出门，但是现在又说不想动弹，就可以进一步的解读出来，其实在这个吐槽背后，你真正想表达的是想延迟出门。而如果你要延迟出门，又跟7点钟有约这件事会形成冲突，对不对？那么更加具体的需求就是你想知道到底最晚几点出门，我不会迟到。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时候的结论已经跟上一轮极为接近了，只有一个差别，那就是上一轮的时候用户明确讲了我想叫车，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看得出来想要叫车的这样一个诉求。那怎么能够得出那样一个结论呢？你别忘了，现在的大模型有一个非常强的能力，叫做情绪侦测。它怎么侦测你的情绪？就是通过你语音特征当中的向量化，把你能够表达出情绪的这些特征提取出来，转化成向量，这就能够实现所谓的情绪侦测。这个时候，大模型在给 agent 传递所谓的行动方案的时候，和上一轮相比，还会额外多附加一样东西，那就是你的情绪分析。他可能就会告诉这个所谓的管家和这个 agent 说：“嘿，咱家主人现在情绪不高。”对吧？明明有自己的这个要赴约，但是却不想出门，所以我猜，大概率想要寻求更加便利的出行方式，所以在自驾和打车的过程当中，他大概率可能有打车的诉求，所以这个时候 ，MCP agent 通过 MCP 就会依旧调用所谓的网约车能力，去将所谓的下单这个动作做待命处理。对不对？一旦用户确认，那我就可以直接完成下单。所以就是说，缺失的所谓的明确意图是通过什么情绪侦测和过往的这个所谓的用户习惯和行为提炼出来的规则，就是我们在第2期讲过的所谓的上下文关联能力，进一步得出来的一个准确的结论。那么在所谓的叫车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做得再极致一点，再结合用户的习惯，甚至他可以看到你每一次过去叫车的时候都喜欢从小区的东门出发，所以他甚至直接可以将上车地点定位到东门。别看刚才这个相对复杂的、更加炼狱化的用户诉求，我说了整整的几分钟，但是在实现起来的时候，依旧是几秒钟之内即可完成。但是能明显的看得到，在用户体验、完成度和所谓的人性化上，又往上提升了巨大的一个层级。好，刚才我们通过对于一个经典的叫车的案例，通过2轮不同的描述，我们就可以发现，即便是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场景，它其实在工程实现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分支，难度也截然不同。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如果我们真的想把所有的日常需求全部都放在 Agentic AI 的这个框架下去实现，都用一个 agent 来干，很明显是不现实的。虽然理论上有可能能干得好，对吧？但是在后续的这个迭代、维护和升级上，又会带来很多的难度。那倒不如我们可以让每一个 agent、每一个智能体都更加的各司其职，只做自己最专业的事儿，但是由他们组成一个集群，组成一个系统来去应对所有的复杂的这样的用户需求。那么这种情况就叫做 multi-agent system， 就所谓的多智能体的系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设计的架构，对不对？又比如说在手机的场景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这种语音助手，你可以理解为它在这种多 agent 的系统当中有一个主 agent， 这个是所谓的大秘，对不对？它负责对接你所有的需求，但是它在对接需求了之后，它并不会完成具体的工作。它可能会把拆解下来的真实需求分别交给不同的 agent 来完成，类似一个领导的一个秘书班子里面有一个大秘负责每天听领导指示安排，然后下边还有很多具体的2秘、3秘、4秘去帮他解决所谓的出行啊、日常接待，甚至是项目管理的具体的分工和不同的诉求。那当然，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中心化的有主 agent 有从 agent 的概念，那自然就会有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概念，比如可能我有7、8个 agent 都是平级的大家共同来处理，甚至有树状结构等等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多智能体系统的不同的组成方式。
但是无论如何，既然智能体各司其职，各有分工，他们要想完成一些复杂的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流畅的沟通机制，要不然的话，你干的事我不知道，我干的事你不知道。但凡在团队和公司里边干过活的人，大家都应该能明白，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为了保证整个秘书班子能够随时同步、随时协作，怎么办呢？大家就会想到一个最好的办法，拉个群呗，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个秘书拉到一个大群里边，有什么事儿群里边聊啊，然后把这个工作进展拉齐这个沟通统一沟通口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就把它叫做 A to A， 叫做 Agent to Agent。好，以上就是我们认知 AI 系列的第3期。不知不觉的呢，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当下 AI 行业发展的热门领域，话题离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接近了。实际上，在我看来，可能这一期会是整个系列最为重要的一期，因为它既构成了消费场景，也可以基于它做很多场景的延展和拓展。那么，即便在未来我们去结合具体产品去展开深入探讨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话题都会围绕着 Agentic AI 这样一个机制去开展。而且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 Agentic AI， 它不是玄学，不像过去的很多技术突破，可能有更多的意识和加工的层面。你会发现 Agentic AI 确实是遵循着严谨的技术和工程的逻辑来去构建起一个特别重大的突破。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在下一期，也是我们整个系列的最后一期呢，我们会适当的把视角瞄向远方，从具体的内容当中再跳脱出来一点点，从更加宏观的思维层面去探讨 AI 未来的发展。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我是王自如，我们下期再见。